长期吃6味地黄丸的人，身体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？今天我以一位专业中医师的身份，把最真实、最完整、最贴近各位长辈生活的知识，一次全部告诉您4个身体变化，每一个都和您的健康息息相关。一说到6味地黄丸，相信各位朋友一定都不陌生，尤其是中年以后，常常感到身体劳累、腰酸背痛、精神体力大不如前的朋友，对这个名字更是耳熟能详。6味地黄丸是台湾、大陆、港澳等地都非常常用的中成药，药性温和，流传数百年，一直以来都是调理身体的经典方剂，也是许多家庭常备的保健中药。它的组成非常单纯，一共6味药，分别是熟地黄、山茱萸、山药、牡丹皮、茯苓、泽泻。这6味药搭配在一起，不寒不燥，作用平和，主要功效就是滋阴补肾、调和气血、改善体虚不适，对赘生活当中常见的腰脚无力、手脚心发热、口乾舌燥、夜晚睡不好、盗汗等状况，都有温和的调理效果。很多人以为6味地黄丸就是补肾专用药，只要觉得自己虚就可以随便吃。其实这个观念是大多数人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。我在门诊当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民众自行买6味地黄丸来吃，结果越吃身体越糟，胃口越差，手脚越冰，腰酸更严重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吃错体质。今天我一定要先帮大家打破一个最大的迷思，肾虚就吃6味地黄丸，绝对是错误的。6味地黄丸的名气太大，大到后来被简化、被误解，最后变成补肾万用药。事实上，中医里的肾分很多种类型，最常见的就是肾阴虚和肾阳虚，两种体质完全相反，用药方向也完全相反。6味地黄丸其只适合肾阴虚，它不适合肾阳虚，更不是所有腰酸、疲倦、虚冷的人都能吃。肾阳虚的人本来就怕冷，手脚冰凉，拉肚子，小便清长，6味地黄丸药性偏凉，吃下去只会寒上加寒，身体只会越吃越伤。真正适合6味地黄丸的人是肾阴虚的朋友。我教大家最简单的判断方式，1分钟就可以自我检测。肾阴虚第一个特点就是前体内的阴液不足，所以常常口乾、喉乾、皮肤乾、眼睛乾，喝再多水还是觉得渴。第二个特点就是热，阴虚会产生内热、手心、脚心、胸口烦热，脸容易潮红，心烦气躁，晚上睡不好。第三个特点就是汗多，阴虚不能固摄汗水，所以会出现盗汗，睡到半夜醒来，满头满身都是汗，睡衣都湿透。第四个特点就是骨头酸软，中医说肾主骨，肾阴不足，骨头失去滋养，就容易腰酸、膝软、下肢无力。年纪大一点，还容易出现骨质流失、关节酸痛、骨头松动的状况。第五个特点是耳鸣、头晕，肾阴不足，不能上仰头目，就会耳朵嗡嗡响，头昏脑胀。如果您没有这些症状，只是单纯腰酸、怕冷、没精神，那吃6味地黄丸不止没有用，还会伤脾胃、伤身体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常说，中药好不好，不在不贵不贵，而在施用对不对。用对是妙药，用错是毒药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，长期正确服用6味地黄丸的人，身体会出现4个非常真实、非常明显的变化，这些都是临床观察与现代药理研究共同证实的结果，绝对不夸大、不造假。第一个变化，血糖代谢更稳定，身体代谢压力减轻。很多人不知道，6味地黄丸对身体代谢、稳定血糖状态有温和的辅助效果。它不是西药的降血糖药，却能帮助胰脏维持正常运作，让胰岛素分泌更平顺，同时帮助肾脏维持正常的过滤功能，让多余的糖分与废物顺利排出体外，不会堆积在体内造成负担。
现代许多中壮年朋友饮食不正常，作息混乱，血糖常常忽高忽低，下午容易饿，容易慌，容易累。在中医师评估属白肾阴虚的前提下，长期正确调理，代谢会越来越稳，身体也比较不会出现疲劳倦怠、饥饿心慌的状况。第二个变化，骨骼更强健，骨质流失速度减慢，预防骨质疏松。中医有一句经典名言，肾主骨生髓，意思就是说，肾的功能好不好，直接影响骨头的强健与否。肾阴充足，骨头就能得到充分滋养，骨质密度就会稳定，不容易疏松，不容易酸痛，不容易骨折。六味地黄丸滋补肾阴，就是从根本帮助骨骼维持健康。尤其对更年期后的女性、中年以上的男性，骨质开始流失，关节容易酸软，腰酸背痛频繁的朋友，长期正确调理，能让骨骼更有力，走路更稳，活动更轻松。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，六味地黄丸具有延缓老化、抗疲劳、增强体力、提升身体修复力的作用，这正是中医补身养骨最真实的体现。第三个变化，睡眠品质大幅提升，入睡更快，睡得更稳，半夜不易醒。现代人睡不好比例非常高，尤其中年以后压力大，心烦，脑袋停不下来，越夜越清醒，就算睡住也容易醒，醒来就再也睡不回去。这一类型的失眠很多都属虚阴虚火旺，肾阴不足，虚火往上扰，心神不宁，自然睡不好。六味地黄丸滋阴降火，让身体恢复平和，情绪放松，焦虑减少，心不烦，神不乱，自然而然就能够安稳入睡。很多长辈调理一段时间后，最有感的就是中板可以一觉到天亮，不用再数羊到天亮，白天精神也跟住好起来。第四个变化，免疫力增强，身体疲劳感减少，体力恢复更快。六味地黄丸的组成非常巧妙，三补三泻，补而不腻，泻而不伤。熟地黄、山茱萸、山药，这三味是补药，滋阴补肾，健脾益气，帮助身体补足基础能量，增强抵抗力，比较不容易感冒、疲劳、生病、牡丹皮、茯苓、泽泻。这三味是泻药，清热、降火、利水排浊，帮助身体把多余的湿气、热气、废物排出体外，不会堆积在体内造成负担。一补一泻，平衡调理，让身体机能维持在最佳状态。长期正确服用的人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比较不累，比较有精神，感冒次数减少，恢复速度变快，就算忙碌一天，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疲惫不堪。讲完这四个好处，我一定要郑重提醒各位，六味地黄丸虽然温和，虽然有效，但作绝对不能长期无限制服用，吃更不能把它当成日常补品天天吃。再好的药也是药，不是食品，乱吃，长期吃，吃错体质，只会伤身。一般而言，在专业中医师评估指导下，六味地黄丸连续服用，最长不建议超过6个月，而且中间必须定期回诊评估，根据身体状况调整剂量或停药。长期不合理服用六味地黄丸，身体会出现4个常见副作用，每一个都值得您注意。第一个副作用，加重肝肾负担，长期下来影响肝肾功能。所有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脏代谢、肾脏排泄，长期大量服用，会让肝肾长期处决工作状态，负担过大。尤其本来肝肾功能就不好的人，更不可以随便服用。第二个副作用，肠胃不适，胃口变差，腹胀、拉肚子。六味地黄丸里的熟地黄质地滋腻，脾胃虚弱，容易胀气，大便稀软的人长期吃会让脾胃更虚，出现恶心、胀气、食欲不振、拉肚子等状况。第三个副作用，过敏反应。少数体质敏感的人会对方剂中的某些药材过敏，出现皮肤痒、红疹、荨麻疹，严重一点甚至会呼吸不顺。只要出现这些状况，一定要立刻停药，并且赶快就医。第四个副作用，
身体出现依赖性，停药后不适，长期依赖药物维持精神与体力，一旦突然停药会出现疲倦、腰酸、失眠、心烦等戒断样不适。所以绝对不能自己长期乱吃，一定要在医师监督下使用。除了副作用还有5类人，除绝菌只服用6味地黄丸，只要吃错一定伤身，各位一定要记清楚。第1类，孕妇禁用，方剂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影响，为了母体与胎儿安全，完全不建议使用。第2类，哺乳期妇女禁用，药性可以透过母乳传给宝宝，宝宝身体发育尚未完全，无法代谢药物，容易造成不适。第3类，幼儿与儿童禁用，小朋友的5脏6腑还在发育，代谢能力弱，服用这类滋补中成药容易造成身体负担，产生不良反应。第4类，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，6味地黄丸需要肝肾代谢，本来肝肾功能就不好的人，使用后会加重病情，让指数更差。第5类，对中药过敏体质者禁用，只要对方剂中任何一味药过敏都绝对不能使用，否则会引发过敏反应，危害健康。最后，我一定要回答大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吃6味地黄丸的时候可以喝酒吗？我用最明确、最坚定的语气告诉各位，绝对不可以。不管是米酒、高粱、啤酒、葡萄酒，只要是含有酒精的饮品，在服用6味地黄丸期间都要完全禁止。酒精会直接干扰药效，让药物失去作用，甚至产生不良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酒精会加重阴虚火旺的症状，让口前、心烦、失眠、盗汗更严重，同时还会大幅增加肝脏的负担，伤肝伤身。其实不只是6味地黄丸，任何中药、中成药在服用期间都不应该喝酒，这是最基本的用药安全常识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把6味地黄丸的所有真相，从迷思、适用体质、长期服用的4个变化、副作用、禁忌人群、用药禁忌，一次完整、透明、真实的告诉大家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再乱吃药，不要再吃错药，不要再花钱伤身。我看过太多的长辈，听亲朋好友说某个药很好，就自己去药局买来吃，结果越补越虚，越补越累，最后反而变成慢性病。这样的案例，我每天在门诊都看得到，真的很不舍。中医的精髓是辨证论治，有什么体质，吃什么药，有什么症状，用什么方。6味地黄丸是好药，但它只属居肾阴虚的人，不属绝拜所有人。中年以后的健康保养，最重要的不是吃多少补药，而是先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，再用对方法，吃对药，养对生，这样才能真正健康长寿，平安快乐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每一位朋友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更懂得照顾自己，远离错误保健，远离无谓伤害。